印度尼西亚，东南亚人口最多的国家，世界人口第4大国，国土面积约192万平方公里。2022年的 GDP 估计在4万亿美元左右，总人口约2.7亿。印尼的武装力量为印度尼西亚国民军，成立于1945年10月，下设陆军、海军和空军3大军种，现役人数在45万人左右。印度尼西亚2022年的国防预算约93亿美元，3大军种的所有主力武器几乎均来自进口。印尼的整体军事实力在东南亚地区处于什么水平？三军的实力如何？最先进的武器装备有哪些？下面就让武器沙漏为你一探究竟。印度尼西亚海军创立于1945年9月，现役人数在7万5千人左右，拥有3个主力舰队，分布在13个主要的海军基地。印尼海军的最高指挥官是海军参谋长，总统为最高统帅。印尼海军的3大主力舰队司令部，分别是位于雅加达的第1舰队司令部，位于泗水的第2舰队司令部，以及位于索隆的第3舰队司令部。除了常规作战部队以外，印尼海军还拥有海军陆战队和特种部队。虽然印尼海军在组织架构上拥有比较完善的结构体系，但是从规模和现代化程度上看，印尼海军的整体实力还不足以冲出东南亚，走向亚洲。印度尼西亚海军目前拥有的导弹驱逐舰数量为0，实力最强的水面舰艇为护卫舰和小型护卫舰，满载排水量均在3000吨以下，而且数量较少。数量最多的是小型导弹快艇和巡逻艇，较为先进的火力单元多来自韩国与荷兰。印尼海军的水下单元主要包括3艘来自韩国的张宝高级改进型柴电攻击潜艇，以及2艘来自德国的209级潜艇。印尼海军的张宝高级改进型潜艇被印尼称为纳加帕萨级，目前配备3艘，分别是纳加帕萨号、阿达德达利号以及阿鲁格罗号。其实，所谓的韩国张宝高级潜艇，也是在德国209级潜艇的基础上改进而来。印尼海军在1980年代初期得到了2艘德国209级潜艇，对该型号的操作相对熟悉。由于年代久远，印尼最终在2011年采购了3艘韩国张宝高级改进型潜艇，合同总价约11亿美元。这3艘潜艇由大宇造船海洋工程公司担任主承建商，全部于2011年开始建造，分别于2017年、2018年和2019年投入使用，并被正式命名为纳加帕萨级。纳加帕萨级比印尼原有的209型更大，也更先进，是一款攻击型常规动力潜艇，前航排水量约1400吨，长约62米，宽约6.3米，采用了4台德制柴油引擎，水下极速约21.5节，上浮状态的航程能达到11000海里，使用通气管状态下的航程约8000海里，完全前行的航程约400海里，一次补给约可维持50天，最大下潜深度约500米。艇上的成员在40人左右，配备有综合管理系统、作战管理系统、集成式导航系统、主被动声纳、惯性导航设备和鱼雷干扰诱饵等等。纳加帕萨级的武器相对单一，拥有8个鱼雷发射管，一次性可以携带14枚意大利黑鲨鱼雷，射程约27海里，极速可达50节。印尼早期从德国获得的209级潜艇被命名为查克拉级，其中1艘已经于2021年沉没。目前，印尼拥有的潜艇总数仅为4艘。就水面作战单元而言，目前印尼海军最强的水面作战舰艇是采购自荷兰的外销型西格玛级护卫舰。印尼海军将其称之为拉登艾迪马尔塔迪纳塔级，数量为2艘，分别是于2017年投入使用的拉登艾迪马尔塔迪纳塔号，以及于2018年投入使用的伊古斯蒂恩古拉奈号。马尔塔迪纳塔级的满载排水量仅约2400吨，长约105米，宽约14米，极速28节，最大航程约5000海里，常规的巡航里程约3600海里，
舰上成员约120人，配备了较为先进的雷达和电子系统，具备一定的防空和反潜能力，拥有12个单元的垂直发射管，配备了法国云母中短程防空导弹，射程在20到40千米左右，极速约3马赫。此外，还配备了8枚法国飞鱼反舰导弹，射程约70千米。其他的武器单元还包括一门意大利奥托梅莱拉76毫米舰炮，2套遥控武器站，1套莱茵金属厄利孔千禧年机炮，以及2套3联装鱼雷发射管。马尔塔迪纳塔级可以搭载一架舰载直升机，配备反潜任务。舰上还配备了电子战和诱饵干扰系统。除了这2艘马尔塔迪纳塔级外，印尼还在1980年代从荷兰采购了6艘2手的范斯佩克级护卫舰，印尼称之为艾哈迈德亚尼级，现役的数量为5艘。这5艘建成于1960年代末期的护卫舰，尽管经历过一次现代化改造，但是依然可以用老旧不堪来形容。亚尼级的满载排水量约2900吨，长约113米，宽约13米，极速28.5节，最大航程约4500海里。舰上成员190人，雷达和电子系统较为落伍，但是舰上配备了4枚俄罗斯 P800镐玛瑙超音速反舰导弹，最大射程在450到500千米左右，极速2.6马赫。舰上还配备了鱼雷发射管以及小型防空武器，并可以搭载一架直升机，用来配合执行反潜任务。除了以上2种护卫舰外，印尼海军现役的大型水面舰艇还包括4种轻型护卫舰，分别是来自荷兰的4艘西格玛9113型，以及3艘法塔希拉级，来自英国的3艘邦托莫级，和来自于东德时期的14艘帕提穆拉队长级。其中购自荷兰的轻型护卫舰较为先进，西格玛9113型，印尼称之为蒂博尼哥罗级，现役4艘，分别于2007、2008和2009年投入使用，满载排水量约1700吨，长约91米，宽约13米，极速28节，最大航程约5500海里，配备了较为先进的雷达和通信系统。主武器单元包括2套4联装法国西北风小型防空导弹，最大射程约6000米，极速约2.6马赫。此外，还配备了4枚法国飞鱼反舰导弹，最大射程约70千米。舰上还配备有遥控武器站、电子战系统以及鱼雷发射器。除了以上几种印尼海军引以为傲的大型战舰以外，还有总计10余种的导弹快艇和巡逻艇，有印尼本土研制的型号，也有采购自韩国、荷兰、德国、澳大利亚等国的型号，整体数量约150余艘。其中比较先进的型号主要包括印尼自主研发的科鲁特级导弹快艇、桑帕里级导弹快艇、克莱旺级快速攻击艇以及帕里级巡逻艇等等。在辅助舰艇方面，印尼海军还拥有10艘扫雷舰、5艘船坞登陆舰、24艘坦克登陆舰以及2艘小型登陆艇等等。大部分型号都比较老旧，比较先进的型号为采购自韩国的旺加西级船坞登陆舰，现役5艘，满载排水量约16000吨，长约122米，宽约22米，极速16节，最多可容纳500名士兵和30余辆步兵战车。舰上配备了2个直升机停机位，最多可以携带5架直升机。印尼的海军从规模上看位于东南亚国家的前列，但是从整体的现代化程度上看，不及新加坡和泰国，与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基本处于同一水平，整体实力有限，基本能够在区域范围内与其他东南亚国家形成制衡局面。印度尼西亚的陆军现役人数在30万人左右，将全国划分为15个军区，最高指挥官是陆军参谋长，总统为最高统帅。印尼陆军的各类装备以进口武器为主，品类较为丰富，既拥有比较先进的型号，也不乏年代久远的装备。
目前，印尼陆军拥有的各类主战坦克、中型和轻型坦克的总数在300辆以上，其中包括于1960年代获得的120余辆的法国 AMX-13轻型坦克，于1990年代获得的90余辆英国蝎子轻型坦克，近年来与土耳其合作研发的10余辆卡普兰中型坦克，以及于德国采购的100余辆德国豹2坦克。这其中最先进的当属卡普兰中型坦克以及德国的豹2。卡普兰中型坦克由印尼和土耳其联合研制，重30到35吨，长约9米，宽约3.4米，成员3人，采用了一门105毫米口径线膛炮。主动力单元为一台美国卡特彼勒 C13 柴油引擎，极速约每小时70公里，采用了模块化装甲，具备一套主动防御系统。目前的量产版本可能在8辆左右。印尼的豹2坦克分为2个版本，分别是豹 2A4 甲以及豹 2RI， 两者均属于豹 2A4 系列。印尼陆军拥有100余辆豹 2A4， 产自1980年代中期到1990年代初期，在2000年之后，大量豹 2A4 被德国出售，印尼陆军便在这一时期采购了103辆豹 2A4 甲，并委托莱茵金属将其中61辆进行了现代化升级。升级后的版本为豹 2RI， 相比标准型，改进后的版本具备全景瞄准器和热成像仪，可能添加了遥控武器站，配备了更先进的装甲模块，装备了莱茵金属开发的动态感知系统，增加了烟雾弹发射器等等。整个升级项目于2017年完成。在重火力单元方面，印尼拥有1款多管火箭炮、3款自行榴弹炮以及4款牵引式火炮，全部为进口武器。多管火箭炮系统是来自巴西的阿斯特罗斯2型火箭炮，现役数量约63辆，具体型号为阿斯特罗斯2020，也被称为阿斯特罗斯马克6型，拥有改进的装甲驾驶舱，配备了现代化的数字通信和导航系统，能够发射 SS-40G 型180毫米口径 GPS 制导火箭弹，射程约40公里。印尼陆军可能采用了较为基础的 SS-09TS 型70毫米口径火箭弹，射程为10公里。印尼陆军目前拥有55辆法国凯撒自行火炮，采用了一门155毫米52倍镜的榴弹炮，标准备弹18发，根据弹药种类的不同，射程也会相应的增减，理论射程在42到50公里左右。印尼陆军的第2款主力自行火炮采购自比利时，数量为36辆，是一批二手的美国 M109A4 自行火炮，采用了一门155毫米39倍镜榴弹炮，最大射程在24公里左右，标准射程约18公里。印尼陆军的第3款自行火炮非常老旧，为法国制的马克61型105毫米口径自行榴弹炮，这是一款1950年代末期的产品，最大射程约15公里。印尼陆军拥有54辆，部分已经无法使用。印尼陆军的牵引式火炮包括来自新加坡的 FH2000，数量为8门，通常用于训练用途；来自韩国的36门 KH179 155毫米口径榴弹炮，属于1980年代的产物，射程在17到30公里；来自韩国的54门 KH178 105毫米口径榴弹炮，与 KH179 属于同期产品，射程15到18公里。印尼陆军拥有数量最多的牵引式火炮，是来自美国的 M101型105毫米口径榴弹炮，数量在180门左右，是2战时期的产物，射程约11公里。除了以上的重型装甲单位和重火力单元外，印尼陆军还拥有种类繁多的轻型装甲车、轮式突击车等等，年代和型号比较繁杂，一部分比较老旧，一部分为二手设备，新型武器设备大多采购自国外，少部分为本土研制。印尼陆军采用的制式步枪也花样繁多，分别来自苏联、英国、美国、韩国、意大利、奥地利、法国、以色列、瑞士、捷克、比利时、德国
以及印尼本土等等。主要的制式步枪有2款，均由印尼制造，分别是 SSE 型和 SS2 型。SSE 型是在比利时 FNC 突击步枪的基础上改进而来，于1990年代初期投入使用，口径 5.56 毫米，射程在300到500米，拥有全自动、半自动、3发点射3种射击模式。SS2 型是 SSE 型的改进款，未来将逐步取代 SS1。SS2 于2006年投入使用，具备 5.56 毫米和 7.62 毫米2种口径，射程在150到400米左右。其他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型号还包括美国的 M16、M4、比利时的 Effenscar、德国的 HK416、G36、瑞士的 SG550、以色列的加利尔、韩国的 K2 等等，部分型号仅供特种部队使用。从规模上看，印尼陆军位于东南亚国家前列，整体规模较大的陆军还包括越南、泰国、新加坡和缅甸。从整体的现代化程度而言，新加坡陆军的现代化水平最高，印尼、越南和泰国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差距。就主战坦克而言，印尼和新加坡采用的改进型豹2坦克，从综合性能上看相对比较先进，但是数量有限。越南拥有东南亚最庞大的坦克规模，但是整体的型号相对老旧。泰国陆军的主战坦克数量在东南亚也位居前列，但是也存在型号老旧的问题。印尼的空军规模比较小，拥有37000人左右，各类飞机200余架，主力的作战机型相对陈旧，数量也比较稀少。在战斗机方面，印尼空军拥有5架苏207战斗机、11架苏30战斗机、33架 F-16战斗机，还配备了15架韩国 T-50教练机和32架英国鹰式教练机。相当老旧的8架 F-5战斗机已经进入退役阶段。在军用运输机方面，印尼空军的绝对主力机型是来自美国的13架 C-130H 运输机，其他机型还包括来自西班牙的 CN-235以及 C-295 运输机。比较而言，从规模和现代化程度上，新加坡空军实力最强，泰国次之，印尼与马来西亚和越南基本处于同一水平，菲律宾则较差。印度尼西亚的整体军事实力在东南亚国家中应该位居前列，但还不具备登顶实力。从规模上看，越南和缅甸要超越印尼。从现代化程度看，印尼不及泰国，新加坡则处于绝对领先地位。如果仅与东南亚各国相比，印尼尚具备一定的军事实力，但如果与东亚几国相比，其军事实力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从规模和现代化程度上，都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以上是本集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视频，欢迎您在今日头条和西瓜视频搜索武器沙漏。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集再见。